在过去的几天里，卢比奥部长宣布了新的签证政策，将美国放在首位。我相信你们对此没有任何疑问。国务院决心保护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并反击中国共产党的恶意影响和行动。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并将继续利用我们工具箱中的一切工具，以确保我们知道谁想进入这个国家，以及他们是否应该被允许进入。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保护其边境安全，并确保他们知道谁在他们的国家，以及他们在这里是否安全。最后，卢比奥部长今天会见了北马其顿外交部长及其代表团，我也很高兴能参加那次会议。会议强调了美国和北马其顿之间的牢固关系，并强调了双方在区域稳定、经济合作和北约方面的共同利益。他们探讨了扩大经济合作的机会，包括能源、贸易和投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代表团，很高兴见到他们。现在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虽然我见过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不是全部。现在开始回答你们的问题，好吗？马特，我知道你有几件事想问。你说的对，我想你刚才说我知道你们肯定没有问题的时候，是在开玩笑吧？当然，我最喜欢开玩笑。我确实有几个问题，但我会尽量简短。关于签证政策，特别是涉及到中国和中国学生的问题。昨晚发布的声明不是很具体，我们可以这么说。关于与中共的关系以及哪些是关键研究领域，在这些领域学习的签证申请人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所以我想知道，究竟什么样的与中共的关联会使你没有资格获得签证？关键领域有哪些，以至于在这些领域学习的人会受到影响？自从1月份我来到国务院工作以来，也很多事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所有事情都让我印象深刻。通过了解签证的相关事宜，我经常在这里提到，世界各地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不会透露签证方面的具体方法。当然，每个人都会受到审查。我想，如果你经历过申请签证的流程，你就知道你需要先提交申请，然后参加面谈。你知道你需要在你的祖国，在领事馆或大使馆进行，这就是流程。所以一直都有审查，我们不会讨论具体细节。一方面是出于隐私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我们可以采用一系列不同的方法，提出不同的问题，考察不同的问题。我们会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审查，确保我们了解入境人员的身份。在这一特定情况下，我们会将美国放在首位，开始酌情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共有联系的学生，或者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同时加强对所有中国公民，包括香港护照持有者的签证审查。我不会透露具体细节，不仅不会透露有关审查的具体细节和方法，也不会透露关键领域方面的细节。我很高兴看到，通常发布的公告都不会提供任何具体信息。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因为涉及谈判和外交等因素，所以公开我们做事的方式可能会暴露我们的策略，降低某些措施的有效性。就关键领域而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说法。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安全，以及我们如何维护美国的安全、保障和繁荣。我认为宽泛的表达非常重要，因为这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含义。这可能有不同的意思，这将由决策者来决定。我认为这也在我们讨论签证措施的框架之内，尤其是在维护美国安全方面。我可以进一步说，美国绝不容忍中共利用美国大学或窃取美国的研究成果、知识产权或技术，来增强其军事力量，来做情报收集或压制反对的声音。川普政府致力于通过我们的签证流程
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从而保护我们的国家和公民。显然，这项流程由国务卿卢比奥以非常公开和透明的方式实施，每一次签证裁决都是一项国家安全决策，每一次都是如此。每一位前往美国的潜在旅客都要经过跨部门的安全审查，禁止那些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进入美国，是保护美国国内公民的关键。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周已经体验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保护国家的核心和前线。我们正在认真对待此事，并公开说明在此次特殊事件中发生的事情的本质。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最后一点，昨晚的声明中并未提及，而且比之前稍微具体了一些。关于技术方面你知道的，像窃取信息、知识产权、美国研究成果、版权等等。with technology, right? Stealing inform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U.S. research, copyrights, etc.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也不令人困惑。这当然是我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好的，安德里亚·米切尔。我想问一下关于哈马斯、加沙和以色列的问题，请讲。关于 TikTok， 之前政府认为它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现在是否对其漏洞进行重新评估？白宫或者说本届政府在你们正在严厉打击中国相关问题的情况下，是否会在此背景下对 TikTok 进行重新评估？ I would say you'd have to send that question, ask that of the White House. 你得去问白宫。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很重视中国在这件事上的介入。Intervention here, if you will. 这也是推动新的签证审查的原因，但具体情况，我知道总统已经说过了，你得去问白宫。请允许我问一下，关于以色列可能暂时接受停火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我之后再回复你。我想你们很多人也有签证相关的问题，对吧？我们先集中讨论签证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不只是关于中国这一个。好。下一个达芙妮，我们之后会谈到加沙的。谢谢。目前美国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国务院预计有多少人会面临签证撤销？我完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去猜测事态会如何发展，这也是原因之一。很明显，我们正在研究这种动态，并确定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许是以前没有做过的。川普总统和卢比奥国务卿现在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为了开始关注某些事情，无论是对外援助、签证性质、人们如何来到这里、大学里发生了什么，还是我们所看到的不喜欢的已经出现的事情。我当然不会说具体数字，重要的是认真对待国家安全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将在每一个方面都关注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这与数字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关于我们正在保障美国的安全，并采取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在川普第一届政府即将结束时，美国吊销了超过1000名被视为安全风险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卢比奥国务卿昨天宣布的行动会超过川普第一届政府的措施？天啊，你们真喜欢数字，他也喜欢数字。路透社的达芙妮，您刚才说有多少中国学生在这里？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所以你们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数字。我不太确定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领事事务处不提供数字，我们不讨论签证的发放、撤销或吊销的情况。这些数字是不公开提供的。我建议大家谨慎对待别人给出的这类数字。我再次重申，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会是多少，但我知道的是，那些被认为对国家构成威胁或问题的人，现在将再次受到审查或认真对待。美国人会更安全，这才是重点。
关于昨天宣布的针对那些对美国人进行审查的人的签证限制政策，您能否提供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是什么行为促使美国实施这项政策？我们预计何时开始实施签证限制？在像这样的情况下，你们看到的是一项政策，它反映了川普政府以及美国民众所关心的，也就是美国人受到审查的问题。我们在新冠病毒期间就经历过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表达想法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我不会，也不能，也不会向你们透露具体的关于如何实施这项特别限制的细节，因为这并不是以一刀切的方式进行的，而是有些人会被标记或者被视为参与了对美国人进行审查的某些方面。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所看到的从川普政府和国务院发布的所有信息，都反映了本届政府的政策以及美国民众对未来的期望。再次声明关于签证的问题，还想关于签证的问题，你的问题请稍等。关于周二发出的消息说他们预计未来几天会发布扩大社交媒体审查的签证申请指南，你们还在按这个时间表进行吗？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关于具体情况的指导？好的，我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但是会有更多的信息。一般来说，因为那是一个内部沟通，是被泄露的内部通讯，我们已经确认那些细节是准确的。此外，川普政府致力于通过签证流程坚持最高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标准，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和公民。正如我向您指出的，每一次裁决都是一项国家安全决策。作为提醒，签证是一项特权，不是一项权利，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也不是无论你来自哪里都应该得到的。每一位前来美国的潜在旅客都要经过跨部门的安全审查，这一点在这些对话中很重要，因为似乎只有某些群体在面临签证审查，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接受审查。所以我想说的是，是的，您会得到更多信息，这件事不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它会有一个终点。当领事馆和大使馆在调整处理签证的方式时，这个过程应该会相当迅速。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在相关指导下发到各使领馆后，签证预约会立即重新开放？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大家仍然可以提交申请，按部就班地完成申请步骤。签证申请是一个2步流程，首先是提交申请，然后需要预约面谈。和护照申请不同，签证申请有非常明确的流程。目前可能会有一些延误，我建议大家经常查看，看看什么时候有名额放出。如果需要等几周甚至几个月，我就不会这样建议了。所以如果你已经申请了签证，并且想要继续，请继续。如果你没有预约到面谈，可以通过在线系统不断查看是否有新的名额放出。我无法立即告知大家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件事可能会比预期的更早发生。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哈佛大学，我的理解是，你们现在正在审查所有与哈佛大学有关联的签证持有者的签证，而不仅仅是学生，你能确认吗？为什么会进行更广泛的审查？你预计这会影响到医疗专业人士，例如大学教授吗？我再次表示，我之所以犹豫，只是因为这一切都涉及到签证，以及我们使命的性质，还有我们对审查对象和审查方式所采取的策略，所以我们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我想下周我们可能会有更多信息，但我们现在先不谈。但我可以明确地说，根据过去48小时内的所有新闻来看，签证流程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不是只针对某些特定个人的，这是一项总体性的国家安全行动。我们正在迅速采取行动。显然，我们是一个欢迎人们以合法方式来到这里的国家，我们希望为此提供便利，但不能以自身安全为代价。肖恩。
好的，关于签证的问题，如果您不介意，我强调一下，正如达芙妮和马特就措辞问题向您提问时提到的，昨天部长的声明强硬地撤销了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共有关系的人，但声明并没有明确指出是有哪些关系的人。我的意思是，现在美国有27.7万中国学生，难道他们都应该感到自己的签证有被撤销的风险吗？我认为所有持签证来这里的人都应该认识到，特别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表明，美国非常重视他们的签证。审查不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被逮捕或者出现了什么问题，那可能迟早会被注意到。但我确实认为，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很明显，我们有意确保那些来自中国持有签证的人明白，我们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并且我们正在审查他们的签证。如果一切正常，那就太好了。但这种审查肯定会继续下去，而且这对本届政府来说显然非常重要。好的，更广泛的来说，您刚才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表示欢迎。但就目前学生签证审查制度以及暂停新的签证申请预约等所有这些事情而言，本届政府是否仍然优先鼓励学生来美国留学？要知道，他们还有其他选择，例如，据说现在香港正在为哈佛的博士生提供去香港的快速通道。美国是否担心会在这场竞争中落败？毕竟，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500亿美元。人们来这里是因为这里可以开启新的生活。在这里你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机会，人们来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意义。当然，还有我们卓越的学校，我们希望保持这种优势。我们希望把孩子送到美国大学的家长们，无论他们是来自其他国家，还是我们美国，当他们的孩子回家时，他们仍然能够认出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掌握了能够改善他们未来的技能和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梦想，而不是被政治灌输，或者仅仅是带着激进主义或者某种政治框架离开学校。这应该是一种真正的通识教育，即你所学的东西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生活，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犹太人、非信徒、无神论者、黑人、白人还是女性。在过去的2到3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国家一直在经历这些。我们的重点是确保每个想把孩子送到这个国家上学的人都能安心，他们是安全的，他们能够进入教学楼，而不是被挟持在被占领的图书馆里，或者他们能够真正学到你花那么多钱所应该学到的东西。所以，是的，我们不仅应该鼓励更多的人来这里，对于那些已经在这里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让他们相信并理解他们的孩子是安全的，并且他们会得到他们所支付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一个住在你地下室里的社会活动分子。我们可以问中东问题了吗？今天是不寻常的一天，时间过得真快，对吧？太多人了，有问题了，实在是太多人了。马特，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签证的问题，关于加沙，我们来说加沙，他在哪儿？哦，他在哪儿？穿着蓝色夹克的那位。你是第2个，我们先请安德烈亚就加沙的问题提问，然后我们再到后面。我想问一下，关于以色列方面据报道已经接受加沙停火协议一事，您能否提供更多细节？这是否包括扩大食品运送范围？是否包括南部和北部地区？您是否知道哈马斯是否也签署了该协议？卡塔尔或阿曼是否正在与相关方进行沟通或谈判？我们知道，目前有一项提议，看起来很有希望。我们不清楚哈马斯是否接受了这项提议，但我们确实认为它很有前景。当然，正如你们所想，本届政府的目标一直是解救所有人质，特别是被扣留的遗体。我相信卡罗琳之前也提到过这一点。是的，所以我们抱有乐观态度，相当乐观。但关于哈马斯及其立场，目前还不清楚。
但我认为我们对已经提出的方案抱有乐观态度。那么您是否知道这个停火协议是不是本周由怀特科克先生、德默先生以及其他以色列特使促成的呢？我相信特使怀特科克参与了大部分的斡旋和谈判，但目前我们仍在等待最终方案的确定，这将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当然还有人质和遗体的归还，所以我们一直在为此努力。我们很高兴，这可能是一个好的进展。好的，纳迪亚，谢谢。我还有一个关于加沙的问题，你知道，卡罗琳刚才说，实际上以色列已经同意了，他们正在等待。是的，没错。所以我说我们保持乐观，以色列已经同意了，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好的，总统说过他希望看到战争结束，那么美国是否能保证在60天的停火期结束后，他们会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因为每次到那时，停火协议都会破裂，他们不得不。停火协议不是自行崩溃的，是哈马斯无视并破坏了停火协议，不是因为自身原因而崩溃的。每一刻，即使没有停火协议，即使没有这样的协议，我们也在不断努力结束这种令人发指的局面，不仅仅是为了现在，不仅仅是为了60天或6个月。这就是川普总统的愿景，也是各位部长和我们的特使们努力的目标。怀特科克特使本可以像川普总统一样，在其他地方享受非常舒适的生活，但他们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所以我想说，很明显，最终目标是结束杀戮、屠杀和流血，让人们得到他们需要的才是关键。当然，我们不能，这很难。我认为泽连斯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对吧？我的意思是，当你在被枪击和杀害时，你不能谈论和平。我的意思是，事情的发生有先后顺序，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好了，蓝色衣服那位，我经常跳过你，你对这部分有什么看法吗？我想回到签证的问题。好狗，我们再来一个关于加沙点中东地区的问题，请讲，你先来，我们不会马上再回到签证问题，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花了大量时间了，请讲。是我吗？请讲。我有一个关于加沙签证的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合并了。关于 Mahmoud Khalid 的案件，联邦地区法官昨天裁定 Khalid 对关于他申请中遗漏关键信息的指控做出了不够充分的回应，但法官也裁定卢比奥国务卿的关于 Khalid 的活动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不利影响的决定在宪法上是不够明确的，属于违宪。国务卿对此有何反应？第一点。第二点，这是否会改变今后处理此类事情的立场或策略？好的，关于您刚才的问题，我们下周再回复您。我的确想给您一个直接的答复，但是我几分钟后必须离开，通常我会尽可能多待一会儿，但现在有件事我必须去做。好的，我们现在来谈谈俄罗斯、乌克兰问题，好吗？昨天，部长显然和俄方对等官员进行了沟通。在他们的通话中，拉夫罗夫先生有没有向卢比奥国务卿透露俄方承诺的和平备忘录何时能够兑现？泽连斯基总统表示没有人见过这份备忘录，而且卢比奥国务卿也说过，这是衡量俄罗斯在继续谈判方面有多认真的一项重要指标。我想知道您是否有最新消息？我们已经多次说过，我们将根据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话来判断他们。而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你们已经从总统那里听到了。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国务卿卢比奥确实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正如我们所有人一样，卢比奥国务卿对上周末发生的双方互换1000名囚犯的事表示欢迎。我相信这件事是在我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时安排的。部长重申了川普总统关于与乌克兰进行建设性的、真诚的对话的呼吁，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们对这次通话的评价。我们暂时只能说这么多了。
关于诚信对话的问题，部长是否认为俄罗斯方面在伊斯坦布尔提出的与乌克兰直接对话是真诚的？我们知道这次派出的还是上次的代表团，这实际上会推动事情进展，还是只是在老调重弹？我认为这正是目前外交对话和谈判的核心所在。我不会评价国务卿的观点或方法。我认为他在通话后重申的内容已经很清楚了。他重申了川普总统呼吁进行建设性的、真诚的对话，以此作为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这一点在通话中被重申了。我认为这表明了国务卿的立场。好的，先生，请讲。我能补充一下吗？这种真诚的对话能和军事进攻同时进行吗？请重复一下前半部分。真诚的对话能否与军事进攻继续进行？显然，我们会弄清楚的。我们在判断。我认为总统已经基于普京的行为做出了判断，特别是他在停火谈判期间杀害平民的行为。这显然让他极为沮丧。这个判断将由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坦白说，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来决定，看看这是否可能，我们得严密观察。你们也参与了第2轮伊斯坦布尔会谈吗？我不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对此没有任何可以提前透露的。好的，先生，请讲。关于伊朗，昨天总统表示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未来几周内达成。今天，伊朗外交部长在 X 平台上表示，媒体正在猜测一项即将达成的协议，但他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达成协议。您对此有何回应？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有人在媒体上开始猜测或评论，我们不会那样做。我们了解到，讨论像和平谈判或停火这样敏感事情的细节并无益处，也许那样做会让媒体节目更有趣，但我们不是那样运作的。严肃的协议不是那样达成的，所以我不会对此发表评论。我所知道的是，每次会晤后的报告都显示会晤进展顺利，并取得了进展。伊朗回到了谈判桌上，并且基于川普总统的方针，也就是永远不会有核武器，也不会有浓缩铀，这取得了进展。而且我们每次会议都有进展。很遗憾，在今天这非常奇怪而短暂的一天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知道还有更多问题，当然我很快会再见到你们，而且你们也知道如何联系我们所有人。好的，谢谢大家，真的结束了。谢谢，感谢各位，祝大家过得愉快。